大家好，正如标题中所说，莲师全传中开示的这个法太重要、太实用，文集解脱、中阴救度法要，务必收藏，务必多看几遍。莲华生大士为了使一切众生于死亡中阴中得到解脱，心契于大悲三摩地，于是开示了甚深究竟、文集解脱的中阴救度法要。众生在死后中阴镜像现前之时，应当现观诸法实相，并听闻现观喜乐与愤怒诸尊得正神识自在的教法，而得圆满广大解脱，并一心祈请归命清净法身佛，光明无量不可称，归命圆满报身佛，莲花寂静愤怒尊，归命莲华生大士，一切有情依护主，归命传承诸上师，佛陀三身我礼敬上根的智慧者。在现生听闻中阴救度的法要之后，依其导引而修习，必能现前得度。假若未然，那么在死时中阴境界现前之际而修习千时之法，也可仅依意念中阴救度密法而自解脱。一般凡夫若修习此法，多能受用解脱；如若不然，也应于实相中阴境界现前之时坚住不移，一心谛听这种有文教的度的大法。如果要了悟这个妙法，首先应当依现观死亡征兆自度法门次第检视逐渐现前的死亡征象，接着等待死亡征象视现完满之后，立即使用千时法要，这时只要意念其中因救度的过程，即可获得解脱。如果持名瑜伽行人在千时之法当中已得成正，那么本法即无必要为他们读诵。假若未然，那么就需要在接近亡者遗体之处正确明晰地读诵中阴救度的法要。另外，假若遗体不在墓前，则读诵者应该安置在亡者生前常坐的位子或常卧的床铺等处之上，依止法性的妙理。接着并召唤亡者的神识，观想他现在墓前谛听，然后依法读诵中阴法要。在宣法之时，亡者亲属或挚友不应悲啼嚎叫，以免动摇亡者神识，使他心生贪染恋着而不得解脱，所以应以节制。假若有遗体在前，那么就在呼吸刚停之际，由亡者的上师，他所信赖的佛教同修或亡者敬爱的好友趋近了亡者的耳际，但不要触及遗体，依法读诵中阴救度的大法。此时应当依例准备广大供养，尽力供养三宝。假若不能具备，也应当汇集所有的物品，一心观想，使其化为无上妙供，然后祈请诸佛加持，并请三宝空行护护，免除亡者中阴境界中的险难恐怖。当亡者死时中阴境界现起的时候，应当现观明空光明，以圆正法身。也许亡者曾经听闻正法但未领悟，或是有所领悟但慧力不足，但不管何人，凡曾修习瑜伽密法及中阴救度法要的人，使用此明空妙法，即可遁入根本明空执正无生的法身，不再经历任何中阴的境界。当亡者呼出最后一口气时，命力即下降入于智慧脉轮之中，这是能知的神识即可现会法而本然的根本明体。当此命力向后窜出，越过左右两脉之时，则中阴境相会顿然现起。所以遁入法身明空的指示，要在命力通过脐轮之后，冲入左脉之前实行。命力行持所需的时间，约为垂死之人最后吸入的空气至尚未完全吐出之时，或是常人吃一顿饭的时间。呼吸将停未停之时，正是千时法圆满得力之时。假如未能得力，那么应当由上师、同修或亲友对亡者说道：某某，称呼亡者的名字，现在是你正道的时候，你的气息即将停止，你的上师已经帮助你现观明空光明了，你即将在中阴境界中体悟实相的境象，其中一切的万物万象都如同无云晴空一般，而无碍无暇的智慧体性就如同没有边际及中心的明澈真空。你应当现前了悟自身，并安住在这法身的境界。我这时也将帮助你安住在明空体性。对着弥留的人，反复地在他的耳际读诵多遍殊胜的导引，直到亡者出息一停，务使明空法身的妙意印入亡者的心中。如见亡者呼气即将停止之时，那么使他的身体右侧向下咽息，成为吉祥卧姿。如果颈上左右两条动脉有震动的现象，应予压制。
垂死者如果有嗜睡或睡眠境界现起，应予阻止。加压的手指可以放松，但不可放开，使其明观死亡的历程。如此不只可使命力不从中脉折回，并可使命力必从顶轮溢出。这时当使用现观的法门，一切的有情众生都可在此时看到明空实相的中阴境界，而这明空实相就是法身无漏的妙心。呼吸停住之时，为命力流于中脉之时。一般人称呼这种现象为神识昏迷的状态，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端视死者的气脉与命力的情况而定。曾经修习禅定且稍有坚固定境以及气脉健全的人，这种状态持续时间大都很长，而气脉受损的人可能只有一弹指顷。在帮助死者观想时，导引死者的法语应当持续不断，直到死者身上的各处孔窍开始渗出淡黄色的液体为止。这种神识昏迷状态持续约有3天半至4天的时间。修行人在现生时就应了解死亡的重相，所以死时就能自我关照死亡的重相，但此关照应在神识昏迷前使用。假如死者不能够自己觉照死亡的真相，那么死者的上师或金刚师兄弟应将死亡时出现的各种征象渐次的反复导引解说，务必使死者心中成就总持完全记忆。首先告诉死者，现在地大沉入水大的征象已出现了，你全身产生了极大的压迫感，水大沉入火大的现象升起来，你感觉十分的湿冷，火大落入风大的现象升起来，你感觉到被强风狂吹，风大沉入空大的现象升起来，你感觉陷入无边的虚空之中。当死亡的征象完全现起之时，接着用慈悲而温和的话语对着死者的耳际说，某某，千万不要让你的心识受到牵引，沉入昏迷或掉惧恐惧。死亡已经来临了，你心中要抉择了之，这就是命中此生报尽的时候了。我现在决定趁着这个机会，为了利乐法界一切的有情众生而成正圆满佛道，并发起广大誓愿，成就大慈大悲，使一切众生都能同证菩提道果，圆满究竟菩提。你如是思维之后，特别是现前的明空光明法身，能在死后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而证成之时，你如是了悟圆满契入体性法身境界，立刻证得大手印境界的最大利益。这时请你如实的决定，纵然我不能够亲会中阴，但我也必然能够明了中阴的境象，在中阴中掌握契合广大报身，并以种种形象化现于世间，并饶益一切有情众生。我应当以无边愿力救度尽法界虚空界的一切有情众生，虚空有尽，我愿无穷。你现在已如是发起了这个大愿，决定永不设离，并且一心总持一起生平所学习的种种圣法。生者应将自己的嘴唇附在临终者的耳际，清楚而又明白地反复叮咛嘱咐，使这些法语能完全总持于亡者心中，并使他的心念须臾不离这些法要。接着再叮嘱道，某某，谛听，你现在正安住于清净的实相明体当中，你应该现前认取法尔的明空光明。某某，你现前的智慧体性自性本空，无色无相，本来空寂，即是性空实相，就是普贤法界的真实体性。你自身的智性就是法身净实自身，即是普贤王如来。而所谓本然空寂，即是无障无碍，无有恐惧，光明现成，随缘示现。你应当现前认取这明空喜乐的智性自身，自性本空，无色无相的法尔净实，与光明现成明空喜乐的智性，二者无二无别，不可分离，两者圆满契合，就是广大圆满的法身境界。你自性的明空光明，性体本空，与光明法身无二无别，这不可分离的境实，无生亦无死，即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无量光明。你能如实的认知并现前取证，就圆满了法性自身。你自身的智性即为成佛的空性，亦即为自身的净实，如此认取，即可使你安住在大觉的体性境界之中。反复的嘱咐亡者3遍乃至7遍，必须清楚而明白。如此一来，一者可以使亡者忆起往昔上师所教授的亲正法门，二者可使亡者将自身无有遮障的净实认作根本的明空光明，三者可使认清本来面目的亡者与法身无间契合，现得解脱。
死亡之初的明空光明一经闻证认取，即可现成解脱。但是如果未能证得，则约在呼气停止后一饭请的时间中出现续发的明象，但是依死者气脉好坏及往昔修法而有长短。命力依照死者善业或恶业的因缘，留住右脉或左脉，然后经由任何一个脉轮穴窍而溢出，接着产生一片澄明的馨香。死者神识溢出身体之后，他会暗自思维：我到底是死了没有？但却无法确定。他可以看到亲戚朋友所见众像宛如生前，甚至还可听到他们的哀嚎哭泣之声。这时恐怖的业力幻象尚未出现，而由研磨死神所导致的可怖影像也还没有现前。此时死者也可分为两类，一者是已经达正圆满境界的人，二者是尚在修学的阶段。如果是前者的话，则三呼他的名字，反复重述前面所说现观明空光明的指示。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向他读诵观想本尊护主的导引。某某，观想你自己的本尊护主，如果知道他的本尊的圣号，即可以诵出。你应当一心不乱，至诚观想你的本尊护主。观想本尊有如水中的月影，如日之明，如水晶通彻，如彩虹无质，虽然有其形象，但却无实体。观想本尊为具有微妙色身的圣尊。如果死者从未修习任何法门，便对他说：观想大悲护主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这第二个阶段的中阴境界，亡者的体性已成为光明的幻身。这时死者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否死亡，但却现起光明澄净的景象。如果能够现前指示，就能够使子母光明实相相会互融，使业力失去附着轮回的力量。这时智慧明光驱除业力，就如同日光驱除黑暗一般。这时的中阴镜像是现起亡者神识所现的一生身。此时能知的实心尚在徘徊观望，所以不会脱出往昔活动的时空范围。如果能够适切地运用此种特别的指示教法，就能得正圆满。因为这时业力的幻象尚未出现，死者自然不致受到欺骗，而背离求悟解脱的目的。第三期的中阴境界，业力的幻象即将出现，这是十相中阴的境界。这是最要紧的是读诵十相中阴的观想大法，这个大法具有大力，可使众生获得广大利益。这时死者可以见到所供的食物被撤掉了，所穿的衣服被剥除，所睡的处所被清扫。此外，他还会继续听到亲友悲泣哀嚎的声音。然而尽管他可以看到他们，并听到他们在呼叫他，但亲友却听不到他在呼叫他们，因此他感到十分的难过，而颓然离开。此时各种声音、光明与烟焰，亡者都将亲自经历。这些景象使他感到畏惧恐怖，并且使他十分的疲倦。这时我们应当立即运用十相中阴的观想法帮助他。我们应当呼唤死者的名字，向他做正确的说明与明白的解释。某某，你要注意听着，千万不要分心。在中阴境界中一共有6种镜像，即是处胎时的生处中阴，体验梦境时的梦中中阴，入定之时的禅定中阴，死亡之时的死时中阴，体验中阴实相时的实相中阴。这就是一般所谓的中阴身，以及生死轮转中的投生中阴。某某，你将次第体会到死时中阴、实相中阴与投胎中阴。这3种中阴中，你已体验了死亡的中阴镜像。尽管当时实相的明空光明曾出现在你的眼前，但因为未能及时认取，以致仍然滞留于中阴境界。从现在开始，你将要经历实相中阴与投胎中阴。你一定要一心不乱，仔细谛听。我要告诉你即将面对的情形，你应当总持并谨记。某某，死亡已经来临，你已脱离这个尘世，但死亡不过是生命的一种现象而已。有生必有死，人人莫不如此。你千万不要执着这个幻躯生命，纵使你执持不舍，也无法长留世间。除了依然必须在轮回之中流转不息之外，你将毫无所得。不要再依恋了，也不要怯懦，以大雄大力意念三宝吧。某，在十相中阴的境界，不论有多么可不可畏的境界出现时，你千万不要忘了以下的几个寄语，并当记持其中的要义，因为认取实相的要诀就在其中。
于今十相中阴已现在我眼前，种种部位心我已放却不意念。我已了知这都是食神的影现，我已了知这都是中阴的幻影。当生死大事的机缘来临之时，愿自性无畏的敬奋如实实现。某某，你应记取这些寄语，并总持其中的密要，勇往直前地走向菩提大道。不论有任何可不可畏的景象出现，千万不要错认，你千万要记住其中的微妙密意，不可忘失。某某，当你的肉体与心识分离之时，你将看到那光明晃耀、不可思议、使你敬畏的清净法身，就如同在一条永不间断的瀑流之上横空越过一般。那是你的自性光明，请认取它吧。在那道光焰之中，将会发出10相的法尔音声，宛如千雷齐鸣一般。那是你自性的本有音声，千万不要畏惧。你这时的身躯是幻化的意识身，你既然已经没有血肉之身，那么不论音声、光焰乃至火焰，对你而言都已无从伤害了，你已经不会再死亡了。现在你必须了知，所有这些幻象都是你自己的意识所生，那就足够了。就将这个实相认取为你的中阴身。某某，如果你现在还不能了悟自身意识所现的种相，还不能与教法相应的话，那么不论你在生前修习过多少次的禅观，都是枉然的。那些光明会使你恐惧，那些声音会使你惊慌，那些火焰会使你不畏。如果你现在还不认清轮回生死的关键，不能看透这些声音、光明与火焰，那么只有在生死轮回中继续流转。如果亡者是一位没有得到佛法成就的凡夫，将受到业力的牵绊。尽管我们不断地引导观想，但仍然未能解脱，那么就会历经749天的中阴镜像。第一个7天的起始，是从死者审知自己已死，而且想要复生人间之时，或是死后3天半到4天的时间。这时我们要引亡者某某，在这3天半时间中，你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等到你的神识清醒之后，你会惊觉到这到底发什么事情。接着你如果认清自身的中阴镜像，这时轮回之轮就开始转动了。此时你将见到的各种现象，都是由你的地、水、火、风、空、石等6大的影现，乃至由这6大所现起的种种光焰与各部圣尊。初始的时候，天空将呈现一片无云的深蓝色，豁然之间，全身净白的毗卢遮那佛现起，手执8幅法轮，坐在狮子座上，与虚空佛母双运现前，从法界的中央向你示现出来。这是90的法界体性智法而现前，法界本然的色蕴现前，其光明是蓝色的。这时有蓝色明澈的法界智光从毗卢遮那佛父母心中向你放射而来，光明十分炽烈，使你难以直视。与此光明同时现起并行的是一道来自天界的模糊白色光明，也朝着你放射。由于业力的关系，所以你对具足光明的蓝色法界智光心怀恐惧，而试图逃避，但对来自天界的模糊白光却升起了喜爱之心。这时你千万对蓝色的体性智光不可升起恐惧的心，你要依止此光明，对它坚信不疑，并向他祈请一心观想，这是来自世尊毗卢遮那如来心中的智光，是你在中阴险境中摄护你的恩德此光。千万不要贪爱天界的模糊白光，亦不可执着。你一旦恋着白光，就会投生天界之中，回落6道轮回。这是一种障碍，会遮蔽你的解脱之道。不要理会它，应当一心瞻视明亮的蓝色智光，并精进现观毗卢遮那世尊，并跟随着念诵如下的祈请：生死流转，愚痴无明而起，法界智光照明生死暗路，唯愿毗卢遮那引导于前，唯愿虚空佛母佑护于后，唯愿安度可怖中阴险道，唯愿安住究竟圆满佛地。如此一心祈请之后，你就可以安住于红光轮中，进入世尊毗卢遮那佛的心中，圆正报身佛果，安住于中央的密严佛土。当我们如此的导引令亡者现观，但因为亡者嗔心及无明业力的关系，以致虽然有祈愿求助，但也未能使他不畏惧佛光而不逃避，或不被幻境所摄。如此，初期的第2日，则有东方的金刚萨埵及其眷属诸尊，随同亡者所造作的地狱恶业同时出现，前来接引亡者。这时，
我们应当直呼亡者的姓名而加以引导。某某，你要一心谛听，切勿散乱。在第二天中，将有水大净色现起白色光明发射而来。这时，东方的妙喜佛土将有蓝色妙身，手执五谷金刚杵，坐在象座之上的金刚萨埵阿处世尊与玛玛基佛母双运现起。而地藏菩萨与弥勒菩萨及持净与持花珠眷属菩萨亦相伴出现在你眼前。清净的时运所现起的大圆净智，将视线明亮的白光，这白色明透的光明使你几乎难以注视，并从金刚萨埵父母心中向你放射而来。与大圆净智光明平行现起的，则是来自地狱的烟雾色的暗淡光明，也同时向你投射而来。这时，由于嗔心业力所导引，使你对耀眼的白色光明心生畏惧而想逃避，反而对来自地狱的烟雾暗光产生心悦之情。此时，你千万不要害怕耀眼明透的白光，你要了悟，这是智慧的光明，你应当一心信受。那是世尊金刚萨埵的慈悲明光。这时，你应当一心思维，我要依止这白色光明，祈请佑护，并至心的祈请。这是金刚萨埵现前接引，使你脱离中阴部位境界之光，你必须依止生信。金刚萨埵的慈光之钩，会将你勾出中阴的险境。不要贪爱烟雾色的地狱暗光，那是通往地狱的道路。你若不察，将会因累劫的嗔怒恶业牵引，而落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道中。你一旦落入地狱，便得忍受难忍的痛苦，而且没有确定的出期。这种障碍将障蔽你的解脱之路。因此，你千万不要注视它，并且尽力避免生气嗔怒。现在一心仰信耀眼的明净白光，至心归敬于金刚萨埵世尊，并如是的祈请：生死流转，愤怒嗔心而有，大圆智光照明生死暗路。唯愿金刚萨埵引导于前，唯愿玛基佛母佑护于后，唯愿安度可怖中阴险道，唯愿安住究竟圆满佛地。一心热切虚心祈请之后，你就可以安住于红光轮中，进入世尊金刚萨埵的心中，圆正报身佛果，安住于东方的妙喜佛土。然而，尽管我们导引亡者做了如此的现观，并有世尊金刚萨埵的慈光勾照，但是有些人由于所作恶业深重，又贡高我慢，以致障蔽了清净本心，而不能现前认取安住，甚至畏怯的逃避。如此，初七的第3日，将有南方的宝生如来及其随从圣尊，与来自人道的黄色光明同时前来摄受亡者。这时，我们应当在直呼亡者姓名，导引亡者观想：某某，你要一心谛听。今日将有地大本色现起的黄色光明向你照射而来。这时，南方的众宝庄严佛土将现起黄色妙身，手执妙宝，坐在马座之上，与佛眼佛母相报的宝生如来同时放光向你烛照。而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及念珠与持香珠眷属菩萨将伴随着宝生佛父母一同现起。这6尊清净菩提之身，从一道红光轮中前来向你放光烛照。同时，处运本色所现起的平等性质将视线黄色晃灼的光明，光中并透显着种种光晕与光链，非常的灿烂明亮，几乎令人无法目视。而与此智性光明同时现起的，则是来自人道的模糊的暗蓝黄光，同样的照射着你。由于我慢业力的牵引，所以你会对明亮耀眼的黄色净光升起畏惧之心，而想要逃避。但对于来自人道模糊的暗蓝黄光，心生喜乐而受它的吸引。这个时候，切记，你不但不应该畏惧那明亮、耀眼而又明透的黄光，而且要如实了悟它是由智性所现起的光明。你要一心一意、虔诚而又殷切地依止它。只要你了知它是由你清净自性中的平等性质所现出的光明，而且虔诚的祈愿，宝生如来与这清净明光将与你融成一体，圆正佛果。若是你无法现前认取自己的智性光明，就要以深切信心观想，此光为世尊宝生如来的恩德慈光，我要从中求得佑护，而向其祈求加倍。你应当深信这清净光明是宝生如来世尊的慈光之钩，是为了接引你脱离中阴险境而来的。千万不要贪爱来自人道的模糊暗蓝黄光，那是由你累劫以来贡高我慢的业力习气所现的习性之光。
你一旦受他的诱惑，就会投生人道中，重受生老病死轮回之苦，错失出离尘世泥沼的机会。这障碍将障蔽你的解脱之道，因此你千万不要注视它，而且要摒除我慢的习气。你应当一心仰信那明净耀眼的光明，至心观想保生如来世尊，并如是的祈愿，生死流转共高慢心而起，平等至光照明生死暗路。唯愿保生如来引导于前，唯愿佛眼佛母佑护于后，唯愿安度可怖中阴险道，唯愿安住究竟圆满佛境。如此以深切信心至诚祈请之后，你将安住于红光轮中，融入清净父母保生如来世尊心海中，而圆正报身佛果，安住于南方的众宝庄严佛土。依着这些心法现观，无论怎样微弱的心智，多半都已得到解脱。但有些人由于累劫所造作的恶业太多，或是因为违背誓愿和戒律，或是因为福德因缘不具足，不能好好修持，以致现在虽然一再观想祈愿，仍然无法误入现前任取安住佛光中。更由于贪婪和吝啬所引发的无明和恶业，视现了可怖的音响和光焰，使他们惊慌害怕地逃避了自心体性所现起的净光。如此至初七第4日，将有阿弥陀佛世尊与眷属诸尊放光前来接引亡者，但同时与吝贪执着相应的恶鬼道也同时放光前来引诱亡者。这时我们应当继续呼唤亡者之名，且教导亡者某某静心谛听，在今日第4天，将有火大本色所现之红光照射向你。在这同时，西方极乐世界将现起有着红色妙身，手持妙宝莲花，坐在孔雀宝座上，与白衣佛母相报的世尊阿弥陀佛，并伴随有观音菩萨与文殊菩萨其眷属持琴与持灯2位菩萨。这6尊清净菩提之身，会从一道红光轮中放光照临你的面前。发自阿弥陀佛佛父佛母的心中，由受蕴本色所显的妙观察智净光直照住至你心，其光红色，光耀明透，且有种种光晕及光链照耀其间，非常明净强烈，使你几乎难以注视。但是你千万不要畏惧逃避。与此智光同时现起的是来自恶鬼道的模糊红光，也同时照射向你。但你这时千万不要爱悦这道暗红色的光，而且要断舍执着和怯弱的心念。由于受到累劫坚固执着习性的影响，你对那明净的红光将会升起惊慌畏惧及逃避的心，而对那来自恶鬼道的暗淡红光却生出欣喜之心。这时你要切记，对那光耀夺目而又明透的红光，不但不要畏惧，而且要现前了悟认取为自性的智慧之光。只要心无所着，就可以和这清净体性光明打成一片而成正佛果。如果你一时还不能证入，那你就观想，这是世尊阿弥陀佛的慈悲之光，我要从中求得庇护。如此思维后，同时升起决定深切的信心，虔诚地向阿弥陀佛祈求慈光的勾照，让你能证入。你要一心仰信，这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勾光，是为了勾照救度你而来，根本不必害怕逃避。纵然你想逃避，他也会紧紧追随勾摄住你，与你相融相入。千万不要被那来自恶鬼道的暗淡红光诱引而去，那是与你累劫以来坚固执着习气相应的业感之光，会诱导你再落入轮回苦海之中。如果你心生贪爱，随顺此光而去，就会投生到恶鬼道中，饱受无尽的饥渴煎熬之苦，错失解脱时机。你要切记，那种发自恶鬼道的暗淡红光会障蔽你的解脱之道，所以你千万不能依恋贪爱的，而且要断除贪吝的习气。你要全心的一直仰信那耀眼明净的红光，一心顶礼信受世尊阿弥陀佛父母，并至诚祈愿，生死流转贪爱吝心而起，妙观察智光照生死暗路，唯愿阿弥陀佛引导于前，唯愿白衣佛母佑护于后，唯愿安度可怖中阴险道，唯愿安住究竟圆满佛地。在一心至信祈愿之后，你将安住于红光轮中，融入世尊阿弥陀佛父母心中，圆正报身佛果，安住于西方极乐世界佛土。有些亡者因为累世以来染着恶习太深，意识难断，又因恶业与嫉妒所感召，对于种种声响自性所显的清净明光与诸佛慈悲的明净勾光，心生畏惧，以致一再错失机会，
辗转千言而至初七的第5日。这时，世尊不空成就如来会率领他的眷属诸尊，以其恩德慈光前来摄受亡者。同时，由极度烦恼所感召而现起的暗淡绿光，也从阿修罗道照射前来诱引亡者。这时，我们要呼唤亡者的姓名，教导亡者观想某某，一心仔细谛听。今天是初七第5日，将有风大本色所显的绿光照射向你，而北方的无上妙行成就佛土将现起有着绿色妙身，手执十字金刚杵，坐在角鹰座上，与真信度母佛母双运的世尊不空成就如来。他率领着金刚手菩萨、除盖障菩萨及留香与持密2位菩萨前来。这6位清净菩提之身会从一道红光轮中向你铸照，由行运本色所现起的成所作智所示现的绿光，名为辉耀而又可怖，光中透显种种大小不一，明亮灿烂如霓虹的光晕及光链，从父母不空成就如来心中发出，铸照你心，非常明亮耀眼，使你几乎无法直视。那是你的智慧体性本有的智慧之力，你千万不要畏惧它，要松坦地安住在那明空的大休息境界之中。与此成所作智所现起的明净绿光同时向你放射而来的，是一道来自阿修罗道与极度恶业相应的暗绿色光。你应当如实不取不舍地关照着它，或是根本不要去理会它。由于强烈的嫉妒心的驱策牵引，使你对清净明耀的绿光会升起畏惧逃避之心，但对来自阿修罗道的暗绿色光反而生出喜爱之心。这时你千万切记不要惊怕逃避那明透净亮而又耀眼的绿光，而要现前认取了悟，这是自心所显的智性之光，让你的心安住在这境界之中，并且深切信受，这是世尊不空成就如来慈悲勾照之光，是成所作智的智慧之光。纵使你逃避它，它也会紧紧追随勾摄住你，与你相融相入。千万不要惊慌害怕，但你切记绝对不要贪爱来自阿修罗道的暗淡绿光，那是由你累劫以来强烈的嫉妒心恶业所感召而来。你一旦对它升起爱乐贪着，就会投生到阿修罗道，而终日受着争斗之苦的煎熬。这暗淡绿光将会障蔽你的解脱之道，所以你要清楚照见这暗淡绿光的本质，不为所动，并断舍你的嫉妒习气。你应当至诚养信依止那明净的绿光，一心一意观想清净父母不空成就如来世尊，并潜心祈愿生死流转极度恶业所感，成所作智光照生死暗路，不空成就如来引导于前，唯愿真信度母佑护于后，唯愿安度可怖中阴险道，唯愿安住一切成就佛土。如此至诚恳切祈请后，你就会安住在红光轮中，融入清净父母不空成就如来世尊的心海，圆正报身佛果，安住于北方无上妙行佛土。有些人虽然如是的观想，但因为他已久处于种种恶业习气，对于政治不能熟悉，又缺乏喜乐之心，所以纵有以上连续的导引，仍然不免被其邪恶的习气导引而退堕。他之所以不能够被诸佛的慈悲光明勾住而退堕，在于死者对于这些慈悲光明产生虚妄的畏惧之心。这时候，五方清净的禅定佛父母会与他们的眷属共同协力加持亡者，但同时六道轮回的光明也伴随一同前来诱引。这时我们要呼唤死者的名称，并告诉他说：某某，直至昨天为止，已有五方如来逐一现前为你放光摄受，而你也已经一一观想了。但是由于你自己的恶业所牵引，所以对于诸佛生起了畏惧之心，以至于现在仍然滞留于中阴境界。假如你了悟五方佛智的光明，其实就是你自性的清净实质所发出的话，那么你早已契入任何一位佛陀的红光之中，而圆正报身佛果了。现在你要一心细念，将有四智契合的五方佛光现前来铸照，你要了悟认取，莫再错失。某某，现在第6日，四大本然境界的四色会一起是现体性光明。此时中央法界密严佛土有清净父母毗卢遮那佛及其眷属现前放光加持，东方妙喜佛土有清净父母金刚萨埵及其眷属现前放光加持，南方众宝庄严佛土有清净父母宝生佛及其眷属现前放光加持，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有清净父母阿弥陀佛及其眷属现前放光加持，北方无上成就妙行佛土，有清净父母不空成就佛及其眷属在红彩光明中现前放光加持。某某在这5位禅定佛陀与佛母之外，有4位护门的愤怒圣尊，东方无能圣明王，南方焰摩德迦明王，西方马头明王，北方君图利明王，与4位护门愤怒母，东方金刚沟母，南方金刚锁母，西方金刚铁锁母，以及北方金刚灵母一同时现起，复有6道佛陀现起，天道无上威权佛陀，阿修罗道坚固甲胄佛陀，人道释迦牟尼狮子佛陀，畜生道不动狮子佛陀，恶鬼道甘露士佛陀，以及地狱道的佛陀真实法王。5方佛父母协同8位护门愤怒尊，6位6道导师一起现前放光。另外又有本初普贤王如来父母向你放光加持。前述等寂静圣尊共有42位，都是出自你的自性慈悲心中，本然放光明照，你应当善加了之认去。某某所有上述的诸般佛境，并非来自你的心外，而是完全出自你自心4个部分，这4个部分加上中央，是5方佛的净土，它们都是出自你的体性自心，法而向你放光明照。而42位寂静本尊，无始以来就在你体性的智慧之中呢。某某这些寂静圣尊，体相非大非小，随缘而现，他们各依因缘而有各种的庄严宝饰与色彩，并以各种身形安住于自身的宝座与三昧耶的标志中。这些圣尊5对一组，每组又各有5对，其外显现5种的光明。这些空行永复与佛母现成一个圆满的大曼陀罗，一同向你放光铸照，他们都是你自身的守护圣尊。某某此时4至契合的光明，其清净妙用，犹如光晕细线一般，从5方佛土诸位清净父母的心中放射铸照你的心体。在这光明道上，将有毗卢遮那佛的法界体性智光，发出光明四溢的各种蓝色光球现起，各如倒置的玉杯一般。这些光球的周围又有形体较小但光明明透的光晕，而比这些小光球小又有5个更小的炼光，与相似的5种如星明点周匝围绕，显现出无比的光明。也为这些蓝色光晕及炼光相助相照，而使内外中边完全通体透彻。金刚萨埵从他的心中发出大圆净智的光明之道，这光明白色透明，灿烂夺目，使人敬畏，再加上周围的光晕围绕及种种的炼光，各如复制的明镜一般，相互铸照而显得更加明亮。宝生如来从他的心中发出平等性质的光明之道，这光明为黄色明透，周围围绕着黄色光晕炼光，这些光明宛如倒置的金杯一般，互相彻映，光彩异常。阿弥陀佛从他的心中放出妙观察智的光明之道，这光明红色透明，周围绕以种种红色光晕，宛如复制的珊瑚杯般，各个发出智慧的光明。这些光晕之外，又有较小之红色炼光环绕照耀，无比明亮，使得红色光道无比光耀，光道的外、中、边都显现无比的通体透彻。这些光明完全明照你的心体。某某，这一切都是你自性的智慧光明所示现铸照，并非来自任何其他处所。对于这些光明，千万不要执着与畏惧，你只要安住在无念的三摩地中，这些光明与妙相即可融入你的自性之中，使你得证佛果。不空成就佛的成所作制的绿色光明之道，之所以还没有向你放光，乃是因为你自己的体性智慧的妙用尚未得到圆满的开发，所以尚未现前。某某以上的光明，就是4至契合的光明，也就是金刚萨埵的秘密之道。此时你应当忆起上师所传授的现观指示，只要你能忆起现观的要领，就能了知这些光明就是你自性光明的显现。当你一旦将他们视为善友之后，你就会仰信他们，了解他们，就像儿子了解母亲一样。你只要信解清净的实相，内心不变不异，就会安住在净念相续的三摩地中。当你融入圆满觉悟的智体之中，你就可以证得报身佛果，从此不再退转。某某与上述种种智慧光明同来照射你的，还有不清净的6道虚幻光明。来自天道的是暗淡的白光，
来自阿修罗道的是暗淡的绿光，来自人道的是暗淡的黄光，来自畜生道的是暗淡的蓝光，来自恶鬼道的是暗淡的红光，来自地狱道的是暗淡的烟雾色光。这6道光明与6种智慧光明同来照射，这时你对于其中任何一种光明，不要畏缩，亦不迎取，只要使自己安住在无念的体性境界之中就好了。假如你对清净的智慧光明有所畏惧，而被6道光明所诱导，那么你将会投生于6道之中，而饱受轮回之苦，在生死大海中浮沉，永无出离之期。某某，即使你尚未获得上师的秘密要诀，也切莫害怕智慧光明以及诸位圣尊的清净光焰，以免被导引向不清净的轮回漩涡。你应当依止光耀晃目的清净智慧光焰，应当立即正心诚意，如是思维：五方善是如来的慈悲智光以来摄护于我，我当从中得到益护。你不但不可顺从于6道的虚幻光明，而且要一心的仰信五方佛陀清净父母，并如是祈请，流转生死五毒恶业所感，四指契合明照生死暗路。唯愿五方佛父引导于前，唯愿五方佛母护佑于后，唯愿脱离6道不净光道，唯愿安度可怖中阴险道，唯愿安住五方清净佛土。如此一心祈请之后，你将认取你的内在智光与自性融合无二而圆正佛果。只要一心至诚信受，即使是普通的行人，也可因为了悟自性而得正解脱。纵使是十分卑下之人，也可借助清净祈愿的力量，使6道往生之门闭塞，并在体悟四指契合的实相妙义中，经由金刚萨埵的大空之道得正正觉。到第7日时，将有持名部的圣尊从殊胜乐土前来接引亡者，同时有无名愚痴所感的畜生道也前来诱引。这时要直呼死者的名字，告诉他说：某某，你要一心谛听。在第7日中，将有各种习气净化所成的杂色红彩光焰前来照射。与此同时，又有持名的圣尊从神圣的乐土前来摄受你。无上持名莲花五尊，也就是一熟业果无上持名主尊，身土放出5色的光焰，手执着金刚偃月宝刀及注满红色血甘露之人头盖骨嘎巴拉，右手高结降伏手印，由红色空行母拥抱，住于红光焰宝中，从大曼陀罗中央一路舞蹈而来，放光向你铸照。又有地居持名圣尊，身香白色，面带微笑光焰，手执金刚偃月宝刀以及满注红色血甘露之人头盖骨嘎巴拉，右手高结降伏手印，由白色达吉尼天母拥抱着，从曼陀罗东方一路舞蹈而来，放光向你铸照。又有掌受威权持名圣尊，身向黄色，面带微笑光焰，手执金刚偃月宝刀以及满注红色血甘露之人头盖骨嘎巴拉，右手高结降伏手印，由黄色空行母拥抱着，从大曼茶罗南方一路舞蹈而来，放光向你铸照。又有大手印持名圣尊，身向红色，面带微笑光焰，手执金刚偃月宝刀及满注红色血甘露之人头盖骨嘎巴拉，右手高结降伏手印，由红色空行母拥抱着，从大曼陀罗西方一路舞蹈而来，放光向你铸照。又有自我成就持名圣尊，身向绿色，面带半笑半怒光焰，手执金刚偃月宝刀及满注红色血甘露之人头盖骨嘎巴拉，右手高结降伏手印，由绿色空行母拥抱着，从大曼陀罗北方一路舞蹈而来，放光向你铸照。5大持名圣尊大曼陀罗的外围有无量无数8大狮驼林，4大种姓，4大阶级，新侯顶3大住处，30圣地及24个圣处的空行女围绕，并有无量无数药叉男女、神兵天将以及男女护法，各配着6种含林鼓饰，手持大鼓、净鼓号角、人头小鼓、罗刹皮旗、人皮华盖、人皮小旗、人之香膏以及无量无数的各种乐器，吹奏其鸣，使得整个宇宙都被如此巨大的声响震荡激动，使人耳眩脑裂。他们并且随种种曲调节拍舞出金刚步伐，一路前来摄受正信之人，并惩治邪信之人。某某，这是有习气净化所成的巨声智光，从5位持名主尊心中放出，铸照向你的心中，其光5色，闪烁震动，犹如色丝，明透光耀，令人心生敬畏。
且十分强烈，使你的眼睛难以忍受。另有来自畜生道的暗蓝色光，也在这时与巨生至光同时照射向你。由于虚妄业识所牵引，你对五色至光会升起畏不逃避之心，而对于来自畜生道的暗光反而心生心悦而想趋向它。这时你要切记，千万不要害怕炽烈的五色至光，而且要了悟这是你自性的智慧之光。在这五色至光之中，将有法尔的十相音声，如同千雷齐吼一般，排山倒海而来，使得全体宇宙回荡震撼不已。在这种巨响之中，又有恐怖的沙呀沙呀，以及令人生畏的密咒音声交织在其间。你千万不要惊慌，不要畏惧，也不必逃跑。要明白了知这些音声只是你内在光明智性所显发而已，不要心生怯懦，更千万不要被畜生道的暗淡蓝光所迷惑。你一旦被诱，就会投生到畜生道中，为无名愚痴所致，饱受奴役，暗遁轮回之苦，不知要经多少劫的沉沦后才有出离的可能。所以千万不要受它吸引，你应当制成信受明亮净耀的五色虹彩光焰，一心一意转向那些持明圣尊，并在心中祈愿这些持明圣尊，这些空行永父、空行母特地从殊胜乐土前来接引我，我要至诚向他们祈请。直至今日，已有35方诸佛前来放射慈悲之光，引渡于我，而我一直未能得救。我是这么的愚痴，多么可悲呀！唯愿诸持明圣尊慈悲救护，不要让我再继续堕落轮回。祈请诸圣尊以悲悯之钩摄受我，将我带往殊胜乐土。一心祈请之后，再祈愿持明诸尊请赐度我出离，请以大悲导我菩提正道。我因虚妄业识落入轮回，请引我入光明具生之道。唯愿持明诸尊引导于前，唯愿空行佛母护佑于后，唯愿安度可怖中阴险道，唯愿安住清净极乐佛土。像这样深切而又至诚仰信祈愿之后，你一定可安住在红光之中，融入持明诸尊心中，往生清净的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的空谈者，应当亦可在此得证解脱，纵使是恶业深重的人，亦可在这时得证圆满。然而恶业深重、无明习气坚固的人，会使虚妄愚迷之轮既不会疲竭，也不会加速，照常的运转。所以尽管如法详细只是现观，但是仍有无量无数的人也为受到恶业所牵引而未得解脱。这时前述安住于自性心轮的寂静及自性喉轮的持明诸尊在此时不再现前接引，但接着便有58位住在自性顶轮、身住焰火轮中的愤怒饮血诸尊出来勾召亡者。这些愤怒诸尊其实只有前述寂静诸尊随缘示现的另外一种面目而已。虽然如此，但其作用却不尽相同。在第8日时，我们应当再度呼唤亡者的名字，告诉他说：某某，由于你在前面的中阴境相重，未能认取向你显现的寂静诸尊，以至于现在还在中阴境界徘徊千言。现在你已往世8日了，将会有饮血部的愤怒诸尊前来放光加持，你应当一心认取，千万莫再散乱。某某有大光荣黑鲁家，身相棕色，三面六臂，四足挺立，右边脸白色，左边脸红色，中间脸深棕色，全身皆放光焰，九眼大睁，瞪目凝视，眉毛闪烁如闪电，獠牙闪闪发光，互相交错，口中出发嘹亮的啦与哈哈的愤怒密语，以及尖锐的呼啸声。赤金色的头发直立倒竖，发出阵阵光焰，头上装饰着干枯的人头盖，以用太阳与月亮的表征，身上缠着串穿人头的黑蛇作为花环，右边上手持轮，中手持剑，下手持斧，左边上手持铃，中手持头盖骨碗嘎巴拉，下手持礼，与大力愤怒自在佛母相拥。大力愤怒自在佛母以右手攀着佛斧的景象，左手持盛满红血甘露的红色海贝，端在佛斧口边，口中发出咀嚼与咬碎的恶音以及隆隆如雷的声响。佛父佛母的身上悉皆发出明澈无比的智慧光焰，每一个毛孔都现出一道道炽热的焰光，每一道焰光的里面皆有一只炽然的金刚宝杵，它们各屈着右足，左足直身，屹立在一座有角鹰支持着的坛台之上。这一切会从你自己的脑海中央现起，
向你如实放光。你要了知，那是你自性的智慧体性之所显现，是你自己的保护圣尊，所以不必惊怖，不必害怕，因为这其实是清净父母毗卢遮那世尊化现的愤怒身。你只要现前认取，融入其中，与之合而为一，就可当下得到解脱而圆证佛果。亡者如果由于心生畏惧逃避无法认取，到第9天将有金刚部引血愤怒诸尊前来摄受。这时我们仍要呼唤亡者之名而导引他观想，某某，你应一心谛听。今日有金刚部引血主尊，名叫金刚黑鲁迦，身像深蓝，三面六臂，四足挺立，右边上于持金刚杵，中手持头盖挽嘎巴拉，下手持斧，左边上手持铃，中手持头盖挽嘎巴拉，下手持礼，与金刚克洛铁秀利马佛母相拥抱着。佛母以右手攀着佛父的颈项，以左手持一盛着红血甘露的红色海贝供佛。他们从你自己的脑海东部现起，向你放光铸照。你千万不要畏惧害怕，更不必惊慌，要如实了知，这是你自性的智慧体性所现起的，是你自己的保护圣尊，为世尊金刚萨埵清净父母的双身示现。你要一心信受依止，只要现前认取，便可立即得到救度。你应当如实认取误入，与护主圣尊融合为一，即可圆证佛果。如果亡者恶业祸障太大，以致畏惧逃避而不能证得，在第10天将有保生部引血诸尊前来摄引亡者。这时我们应呼唤亡者的姓名，导引亡者，某某，谛听，谛听。今天是第10天，有保生部引血主尊，名叫大宝黑鲁迦，身像黄色，三面六臂，四足挺立，右边脸白色，左边脸红色，中间脸深黄，住于大火焰轮中，右边上手持摩尼宝，中手持三叉戟，下手持棒，左边上手持铃，中手持头盖挽嘎巴拉，下手持三叉棒，与佛母宝克洛铁秀利马相拥。佛母右手攀着佛父的脖子，左手持盛着红色血甘露的红海贝供佛。他们从你的脑海南方现起，向你放光照住。你千万不要心生恐惧害怕，要如实了悟，这是你自性的智慧体性之光所显现，是你的保护圣尊，为世尊保生佛父母所示现的双身。你要一心信受依止，你只要现前认取了，更可当下得到解脱。你应当如实认取，与此护主圣尊融而为一，如此便可圆证佛果。有些亡者因受恶业习气牵引而心生恐惧，无法现前认取误入，至第11天，则有莲华部引血诸尊前来摄受亡者。我们仍要呼唤亡者的名字，并导示亡者，某某，今天是第11天，有莲华部引血主尊，莲华黑鲁迦世尊，身香深红，三面六臂，四足挺立，右边脸白色，左边脸蓝色，中间脸深红，右边上手持莲，中手持三叉，下手持棒，左边上手持铃，中手持盛满红血甘露的头盖挽嘎巴拉，下手持鼓，与莲花克洛铁秀利马佛母相拥。佛母以右手攀着佛父的颈项，以左手持盛满红色血甘露的红色海贝送到佛府的口边。此时清净的佛父佛母会从你的脑海西部现起，放光向你铸照。这时你千万不要害怕，更不要惊慌，你应当要如实了知，这是由你自性智慧体性所显现，是你自己的保护圣尊，为清净父母阿弥陀佛世尊愤怒身的化现，所以你要一心信受依止。你只要现前认取了，就可当下解脱轮回之苦。你要如实认取正入，与护主圣尊融为一体，即可圆证佛果。或有亡者因业力习气缠牵，依然无法信受认取，至第12天，会有结魔部引血诸尊，与眷属开利马、代曼马以及望丘马等前来摄受亡者。此时我们应当呼唤亡者姓名，告诉他说，某某，今天是第12日，有结魔部引血主尊，名叫结魔黑鲁迦，身像深绿，三面六臂，四足挺立，右边脸白色，左边脸红色，中间脸深绿，其相威猛庄严，右边上手持剑，中手持叉，下手持棒，左边上手持铃，中手持头盖挽嘎巴拉，下手持礼，与佛母结摩克洛铁秀利马相拥抱。佛母以右手勾住佛府的颈项，
以左手持红色海贝供奉于佛府的口边，这清净的佛父佛母会由你脑海北部现起，前来向你放光助照。这时你千万不要惊慌害怕，不要恐惧，要如实了知，这是由你的智性之光所幻现，是你自己的保护圣尊，为清净父母不空成就如来世尊化现的愤怒身。你要一心信受遗旨，并专念祈请，只要你现前认取正入，即可获得解脱。你要如实认取，与护主圣尊融合为一，即可圆正佛果。我们之所以要向亡者做如此的导引教示，是因为如果突然有一群发出无比光耀炙焰的隐血诸尊，以庞大威猛、狰狞无比的身香，冲色遍满整个虚空而出现在亡者眼前，还发出震天撼地的威吓声响，亡者自然会感到畏惧害怕而惊骇逃走了。但是当亡者听到如此的指示教导后，立刻就会明白看清这些威猛的圣尊不但是自己的保护圣尊，而且全是由自己的心意识所幻现的景象。如此，亡者一旦现见了法尔现起的母光明，自性的子光明便会相应现起，而子母光明相会，相融相入，如水注水，如空入空，无二无别，便正入于光明体性，而圆正佛果。如果此法不能认取得正，那么纵然已在修道上的瑜伽士，也可能退堕而入轮回之中，流浪生死。如此，至第13天，会有8位愤怒诸尊开利玛女神及8位兽首石狮女神带曼玛，从你自己的脑海中现起，前来放光助照。此时，应当呼唤亡者的名字，并导引做官某某，你要一心谛听。今日是第13天，将会有8位开利玛从你的脑海的东部前来放光，向你助照。你千万不要恐惧。来自你的脑海东部的是白色的开利玛，他的右手持着人狮作为棒子，左手持一盛满红血甘露的头盖碗嘎巴拉，前来向你放光助照，不要害怕。来自你的脑海南部的是黄色的修利玛，他的手持着弓箭，准备射出。来自你的脑海西部的是红色的拉摩哈，他的手持着海狮旗。来自你的脑海北部的是黑色的菲戴利，他的手持着金刚杵及盛满红血甘露的头盖碗嘎巴拉。来自你的脑海东南部的是红色的普卡斯，他的右手持肚肠，以左手送进口里。来自你的脑海西南部的是深绿色的葛斯玛丽，他的左手持一盛满红血甘露的头着碗嘎巴拉，以右手持出搅拌，狂喜而饮。来自你的脑海西北部的是淡黄色的施多利，他从狮身扯下头来，以右手拿着心脏，用左手将狮身送进口里咬嚼。来自你的脑海东北部的是深蓝色的狮马夏，他从狮身上扯下狮头而食。这些8方围绕5部隐血诸尊的开利玛西接前来向你放光助照，但你千万不要害怕。某某在他们的外围另有8位带曼玛从你脑海的8个区域前来放光，向你助照。从东区来的是深棕色的狮头尊，两手交叠胸前，口中衔着一具尸首，正在摇头震宗地咬着。从南区来的是红色的虎头尊，两手交叠腹前，睁着突出的眼睛，龇牙咧齿地望着。从西区来的是黑色的狐头尊，右手持剃刀，左手持肚肠，边吃边饮。从北区来的是深蓝色的狼头尊，以两手撕开尸体，以突出的两眼向里搜寻。从东南区来的是淡黄色的鹰头尊，肩上背着一具巨大尸身，手中持着一副骨架。从西南区来的是深红色的石狮鸟头尊，肩上负着巨狮一具。从西北区来的是黑色的鸭头尊，左手持头盖碗嘎巴拉，右手持剑，在啄食心脏和肺脏。从东北区来的是深蓝色的枭头尊，右手持杵，左手持头盖碗嘎巴拉，正边吃边饮。这来自8个区域绕着8位隐血诸尊的8位带曼玛，皆由你的脑海现起，向你放光照射。你切记千万不要害怕，要了悟他们是你自身体性智能的实现。某某在第14天中，出自你自己脑中的4位护门女神也将前来放光向你助照，你应当再度认取。从你的脑海东部前来放光助照的是白色的虎头持棒女神，左手拿着一只盛满红色血甘露的头盖碗嘎巴拉。从你的脑海南部前来的
是黄色的猪头持锁女神，从你的脑海西部前来的是红色的狮头持链女神，从你的脑海北部前来的是绿色的蛇头持灵女神。这4位护门女神悉从你自己的脑海前来放光，向你祝照，你应认取他们是你自己的守护圣尊。某某，在这30位愤怒的黑鲁加尊的外围，有28位大力女神，她们手持着各种武器，也从你自己的脑海中出现，前来向你放光祝照。你千万不要害怕，这些放射光明的加持者，不论是什么形貌镜像，你都将其认取为自身体性的实现。在这紧要关头之时，你应当一起上师的特别指示教授作为对峙。某某，从你的脑海东部出现的有深棕色的牦牛头罗刹自在母，他手持着金刚杵与头颅骨；橙红色的蛇头梵天自在母，手持莲花一朵；墨绿色的豹头大自在母，手持3叉戟；蓝色的猴头裁判自在母，手持法轮；红色的雪熊头童真自在母，手持短矛；白色的熊头地势自在母，手持长索一条。这6位自在母都是来自你自身脑海东方的东部瑜伽母，将向你放光祝照，千万莫要恐惧。某某，从你的脑海南部出现的有黄色的蝙蝠头快乐自在母，手持剃刀；红色的海狮头喜乐自在母，手持一瓮；红色的蝎头甘露自在母，手持莲花；白色的冤头月光在母，手持一杵；暗绿色的狐头直棒自在母，手挥短棒；黄黑色的虎头罗刹自在母，手持一盛满红血甘露的头盖碗嘎巴拉。这6位自在母都是来自你自身脑海南方的南部瑜伽母，亦向你放光祝照，你千万不要畏惧。某某，从你的脑海西部出现的有墨绿色的雕头老饕自在母，手持短棒；红色的马头愉悦自在母，手持一具尸体的躯干；白色鹰头大力自在母，手持一棍；黄色的狗头罗刹自在母，手持一杵一刀，以刀切割；红色的戴胜鸟头欲望自在母，手持弓箭；绿色的鹿头看财自在母，手持一瓮。所有这6位自在母都是来自你自身脑海西方的西部瑜伽母，将向你放光祝照，你切切不可畏惧。某某，从你的脑海北部出现的有蓝色的狼头司风自在母，手中摆动一面细长3角形的燕尾旗；红色的山羊头妇人自在母，手持一削尖枝木桩；黑色的猪头母猪自在母，手持一串尖牙；红色的鸭头雷霆自在母，手持一具婴儿尸首；墨绿色的象头大鼻自在母，手持一具大尸；从其骷髅饮血；蓝色的蛇头水中自在母，手持蛇绳。这6位自在母都是来自你自身脑海方部的北部瑜伽母，将前来向你放光祝照，你切莫害怕。某某，另有4位护门瑜伽母将从你的脑中前来向你放光祝照，来自东部的是黑色的杜鹃头神秘自在母，手持挠钩；来自南部的是黄色的羊头神秘自在母，手持套索；来自西部的是红色的狮头神秘自在母，手持铁链；来自北部的是墨绿色的蛇头神秘自在母。这4位来自脑中的守门瑜伽母将向你放光祝照。这28位大力佛母都出自宝生佛的体性妙力，及其6位黑鲁迦尊，你应如实的认取。某某，上述寂静喜乐部的诸尊缘起于本然空寂的法身体性，而愤怒部诸尊则出自体性法身的光明妙用，你应当如实的认取。当这58位饮血愤怒诸尊从你自身的脑中现起，向你放光祝照之时，如果你能够认取他们即是你自身智性光明，你就可当下契入饮血诸部圣尊身中，与之无二无别，合而为一，圆正佛果。某某，如果你因为恐惧而逃避这些圣尊，以致不能当下认取得正，你将再度堕入轮回生死之中。有些人对于饮血部诸尊心生恐惧，以致经不恐惧而昏厥，这都是因为不知道一个人的意识一旦化成了虚妄想象，就会落于生死轮回，而一个人如果能够不惊不惧的话，就不会再流浪生死了。另外，奋境诸尊都有巨大的身香，随缘而现，最大的可与虚空等同，中等的则与须弥山王同样高大，小的则比我们的身香大18倍。但你根本无需恐惧，
纵使现有的一切森罗万象，同时视现奋进诸尊的形象前来大放光明。只要将这些光焰认取为你自己的智性所现，即可在认取的当下立证佛果。所谓于刹那情，顿证圆觉，即是此意。只要你能总持不忘此点，那么就可因这些智慧光焰与法、报、化三身融为一体而圆证佛果。某某，不论你见到任何可畏可怖的景象，都要将它们视为自己的意识所显。某某，如果你不能认取，乃至因为畏惧而惊退的话，那么所有一切的寂静诸尊就会现起大黑天的形象放光，而一切的愤怒不圣尊则以阎魔法王的形象现起放光。这时你自身的意识影像就要变成虚妄的想象或鬼魔，而你也将落入轮回之中了。某某，如果一个人不能明了自身的意识显象，那女纵使他精通显密二部的经藏，乃至修行一劫的时间，也不能得证佛果。一个人如果能够认取自身的意识影像，哪怕只有一个法门乃至一字的口诀，也可得证佛道。一个人如果不能明了自己的意识形象，一旦死后，阎魔法王的身形就会前来放光，现前照起10相中阴。阎魔法王的身香有许多，大的能逼塞虚空，中者等同于须弥山王，小者则有自身18倍大。他前来时会充满整个世界。阎魔法王咬牙切齿，目如电光，灼灼逼人，头发竖于顶上，腰细而腹大，手持夜行的记录簿，口中不停地发出打杀的声音，一面把人头从身上扯下来，并掏出心脏，一面以舌是脑，一口饮血，变天色地的前来。某某，当你有这样的意识形象出现之时，千万不要害怕惊慌，因为你现在的身香乃是由业力习气所形成的一生身，就是猎杀剁碎也不会死亡，因为这个身体乃是空性身，所以不必害怕。阎王的身香也是如此，只是从你自性的智慧光明映射而成，并非实质的东西，而以空害空，实无可能。除了是由你自身的体性智光所映现之外，所有一切外显的奋境诸尊、饮血黑鲁迦圣尊、各类兽头圣尊、种种的霓虹光轮，以及阎王的各种可怖形象，都没有真实的自性。若能如此明悟，一切的恐惧部位即能自动退散，并且如果能证入不二的境界，福道就能垂手而成。如果你能如是明悟认取，对于这些本尊护主发心信受，相信他们是为了摄受身临中阴险境的你而来，并在心中意念我要医治这些圣尊，并祈求得到佑护。同时对于三宝要发起欢喜敬信之心。不管你的本尊护主究竟是谁，现在就立即意念称呼他的圣号，并如是祈愿：我今漂流中阴境，祈请现前速救护，此恩便复力度我殊胜护主诸圣尊。接着就呼唤你自己的上师名号，并如是祈请：我今游荡中阴界，祈请现前速救护，其次救度勿舍离最胜上师护主尊。接着敬信饮血部诸尊，并作如下之祈愿：生死流转虚妄恶业所感召，现行舍除不为明行之大道，唯愿诸佛奋境诸尊引导前，唯愿诸愤怒佛母佑护于后，唯愿安度可怖中阴诸险道，唯愿安住圆净成就诸佛土，舍离至亲众友独自随飘荡，唯自意识现空光明于此处，唯愿诸佛广大慈悲加倍我，使我中阴境中免诸惧不苦。明空五智光明现照于此处，现成了悟刃，取除惊畏恐怖。奋境诸尊圣体性光明住此，我免恐惧，能令中阴现得正。恶业牵引备受诸般折磨时，唯愿护主圣尊令我凶化疾。十相法尔音声宛如千雷震，唯愿此音现化密咒6字名，宿夜如影随行不相舍远离，以愿大悲护主世尊救苦难。夜袭所感诸苦麒临我身时，唯愿明光现前照我正喜乐，唯愿五大不显成我大愿敌。愿我现观五方大觉佛妙土，如此殷勤祈请祈愿之后，所有一切的恐惧惊惶即可消失，而圆正报身佛果。你应当一心不乱，如此复诵3遍乃至7遍，总持于心。不论恶业多么深重，不论善业等多么微薄，如果能够如法认取而不能得度，实在无有是处。虽然如此，尽管在中阴境界中，一切都以如法而行，
但仍然未能得证的话，那么将会有更深一层的险境。而延续至第3期的中阴，也就是所谓投生中阴的境界。这个法门之所以名为闻即得度，是因为纵使曾经犯过5无间重罪的人，一旦听闻入耳，必定能够得到解脱。因此，我们应在大众之前读诵，并详为解说。此法一度听闻之后，纵使不了解其意旨，也能在中阴境界现前时总持一起。这是由于人到中阴境相现起之时，智性明朗，9倍于生前。因此，我们应在一切生者的耳畔宣读，应在一切患者的枕边宣读，应在一切死者的身旁宣读。总而言之，我们应该使这教法广为传播。凡是执遇此法的人，都应当深自庆幸，除了已经广积功德并遣除种种罪障的人外，是难得执遇的。纵使执遇了，也难以理解，但只要听闻之后心中不生疑惑，就可得到超度。所以此法应予特别的珍惜，它是一切密法圣教的精髓。这个在中阴境中体会实相的现观法门，名为闻即得度，配即解脱。莲华生大士以此无上的究竟法门授予众生，使一切众生得正圆满。莲师继续说道，接着我们在中阴境中入于投胎中阴寻求转生之时，应当明白只是亡者现观的法门。虽然中阴救度法门我们已在实相中阴境中提出了许多详实的景色，但是除了已经熟知真正的法义且具有善业的人之外，因为受到恶业缠缚而恐惧部位的人，他的认取将产生困难。这些人再过了274天，则需要在读诵修习如下的法门，以为警醒。在面对三宝摄供之后，祈请诸佛菩萨加倍，在呼唤亡者的名字3或7遍，而予以如下的引导：某某，你应当谛听，并谨记在心。生于地狱或天道，以及受此中阴之身，都属于化生的形式。你在实相中阴境界中亲见净分诸尊的光焰时，由于未能认取实相，所以因为恐惧而昏迷。在死后的3日半中，你又清醒之后，你能够觉知的智性也恢复原来的情况，这是一个类似生前之身的光焰，或名为星光身相于是现前。就如同密续所说，当得相似幻色身，相续前身与后身，受想行识无不具，无所障碍任行止，具诸业感神通力，净眼可见同类型。所谓的光焰身或星光身，指的是前身与等待未来出生的身，也就是欲界中阴身，以因福报的不同而显示如生前的相貌庄严。这个欲界心识所成之身，是欲界中阴境界中意识所成的幻影，故名为欲界中阴身或欲生身。此时，如果你将化生为天神，天道的景象就会显现。同样的，不管你将投生在哪一道中，那一道的影像就会向你显现。如果你将出生为阿修罗、人、畜生、恶鬼乃至地狱道众生，那一道的景象就会显现起。因此，这里所说的前身，是指你在3天半死亡之前，因为前生的习气所感的欲界血肉人身，而接着又有后身一语，乃是指未来受生那一道的景象，将在你眼前现起，显出你即将受生的身相。这时，如果有这6道景象向你显现时，你千万不要追随，受到引诱。若你贪爱这些幻象，你就会在6道轮回生死。而且，直到昨日为止，你一直未能认取实相中阴，以致尚在中阴漂流。现在，你只要坚住实相，使你的心毫不散乱地安住在你自性中无为无震、无障无碍、法尔如是的体性明空之境，那么你就可以任运解脱自在，而不需进入胎门了。不过，假如你不能够以自力得正，那么就必须观想你的本尊护主及传法上师。你要以热切的喜乐与至诚的信心，观想他们安住你的顶上。某某一旦有了中阴身，就可以见到生前某些地方和亲友，如同在梦中相见一般。当你看到了亲友之时，上前与他们谈话，但是他们却毫无反应。那是因你只见到家人在哭泣，于是你会想到，我竟然死了，那我该怎么办？于是感觉到十分的焦灼不安，犹如出水的鱼虾被投到火堆中一般。但这是苦恼，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你有一位具德的上师，那么就向他祈求加倍吧，
向你的本尊护主大悲世尊祈请。纵使你对亲属感到依依不舍，但这对你而言一点也没有利益。你只有不断的祈请大悲世尊，就不会感到苦恼、恐怖与畏惧。某某，你现在被飘忽不定的夜风所吹动，你那没有依止的神识，犹如被风吹起的羽毛一般，随着狂奔的野马东奔西窜。你现在相续不停，心不自主地到处飘零。你对着那悲泣的人说：“我在这里，不要伤心。”但他们却听不见你的话。于是你想，我已经死了吗？因此你既感到难过，又是十分悲伤，但请不要痛苦。这时你发觉一天到晚，不分昼夜，总是如同灰色的黄昏一般。你将在这种中阴境界中徘徊1、2、3、4、5、6乃至7周的时间，直到749天。一般而言，投胎中阴的苦恼大约有22天，但因为业有决定的影响力，所以并没有确定不变的日期。某某大约就在这里，可怖的猛烈夜风将一阵又一阵的狂飙，将你驱策前去。但是不必惊恐，因为那只是你自己的妄想而已。此时会有一阵一阵浓密的黑暗不断地出现在你的眼前，并有打呀、杀呀等类的恐怖吼叫声及威吓声音从黑暗中向你发出。但你一点也无需恐惧。有些恶业重大的人将见到恶业习气所化生的食肉罗刹，携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口中大喊打呀杀呀，向他做可怖的扰乱。他们一齐蜂拥而来，争先恐后的像要捉人一般。另外更有种种凶猛的野兽追逐着幽灵幻影，亦在此时出现。雪花、雨水、黑暗、狂风，还有被多人擒拿的种种幻觉，都会在此时现前。高山崩裂，怒海奔腾，烈火猛烧，以及强风吹袭的声音，也将随时出现。当这些可怖的声音向人卷扑而来时，会使人吓得四下逃窜，但所逃的路径会被白色、黑色以及红色3道悬崖所挡住。这些悬崖十分的陡峭可怕，使人觉得好像要从上面堕落一般。某某，这些并非真正的悬崖峭壁，这乃是贪、嗔、痴3毒所变现的影像。你要知道，那是投胎中阴的险境。这时你应当呼唤大悲世尊，并一心的祈愿：大悲世尊，我的上师以及尊贵的三宝，祈请你慈悲佑护，不要使我某某堕在恶道之中。如此殷诚恳切的祈愿。另外，有人因为功德积聚及殷勤修法，所以将会受用种种的快乐与幸福，安适自在，一切周备。但是有一类非善非恶的众生，生前既未累积功德，也未造下重大恶业，因此便有不乐不苦的觉受。某某，无论什么样的境界现起，甚至任何快乐的景象，千万不要贪着，只有正念思维，唯愿上师、三宝都得到这些功德善报的供养。你要放弃一切的贪着与依恋。假如你有着不苦不乐的漠然之感，你应当使自身的智慧体性安住在大手印的不乱境界之中，而不做一禅观无修无整。某某，此时你可在寺院、灵塔畔小憩片刻，但是你并无法久待，因为你的神识已经脱离了你的人体。这时你会因为不能自在地逗留下去，而感到烦闷不安。有时候你会感到能知的神识逐渐暗顿，有时会感到心识宛如飞逝一般，而显得支离破碎。这时你会想到，我现在已经死了，将如何是好？当你一有了这种念头，你那能知的实性就会变得愁云惨雾一般，心灰意冷，于是心中充满了烦恼。你既然无法在任何一处地方安息，于是就会感到不得不继续奔波下去。其实你不必顾虑太多，只要让你的实性安住在它法而本然的境界就行了。这时在饮食上，你只能分享供养你的那些食物，此时一无所有。至于朋友，此时或有或无，并不一定。这些全是一生身的投胎中阴随处飘荡的情形，而此时你所得的苦乐觉受，全是往昔业力如何而定。你也将见到自己的家世、仆从、亲友以及自己的遗体，于是你想到，我现在已经死了，应当如何呢？由于痛苦的逼迫，你将暗自思维，但愿我不曾抛离我的肉体。如此思维之后，你便东奔西跑，要去寻找一个肉身。但是你纵然进入你的遗体9次以上，
也是枉然，因为你在十相中阴的境界中逝去，已经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在冬天，它已冷冻；如果在夏天，它已腐烂。否则，不是被亲属火化了，就是埋葬了，要不然就是已投入水中喂鱼喂虾，或投入山野之中喂鸟喂兽。由于找不到适当的栖息之所，于是你就产生不满的心绪，因此有着被挤入岩石和沙砾夹缝间的感觉。这一类的痛苦感受都在中阴境中寻求转生的时候出现。纵然你寻找到一个肉身，除了继续招来痛苦之外，你也毫无所得。所以请你抛开求取肉身的欲望吧，让你的心安住在绝无造作的大休息中。现在就马上做到，立即安住在这种境界吧。你如果能放下一切，依次现观，即可摆脱中阴的险境而得自在解脱。如果由于恶业牵缠不能证入实相解脱者，就在呼唤死者的名字，如是的导引某某，你谛听着，你所以如此受苦，都是因为你自己的业力所感召的缘故，并非任何人施以陷害。因此你应当殷切祈请三宝佑护。假如你既不祈请三宝加倍，又不知道如何现观大手印及任何本尊护主，那么这时就有与你同时俱生的思善之神示现，以白石子计算你的善行；又有与你同时俱生的思恶之魔示现，以黑石子计算你的罪行。这时你会感到极度的惊惶畏惧。如果你试图说谎，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这时阎魔法王将说，我用业镜来查看你的行业，这是业镜之中你往昔所做的每一种善行恶行，都会如实的映现其中，丝毫不爽。阎魔法王就命令幻现的凶狠狱卒，用绳索套住你的脖子，将你拖走，并砍下你的脑袋，掏出你的心脏，拉出你的胃肠，折是你的脑髓，吸引你的血液，大啖你的肌肉，啃噬你的骨头，但你却求死不得。你的身体就是被剁碎了，夜风一吹，马上就会活转过来。但如此反复砍杀，将造成剧烈的疼痛和磨难。切记，纵然在计算那些黑白石子时，你也根本不必害怕畏惧，但也不必说谎。某某，在你面对阎魔法王，其实是一点也不必紧张，因为你这时的身体是一生之身，所以即使杀了头颅，砍掉四肢，也不会死去。你这时的身体是空性之身，所以大可不必害怕。而且阎魔诸王也都是你自己的幻识所生的，你的这种欲望之身其实是习气之身，体性现空。空性绝对无法伤害空性，没有实质的东西绝不能伤害没有实质的东西。除了自身的幻觉之外，实在说来，心外并没有阎魔死神、善恶鬼神或牛头死魔这类的东西存在。你应当如实的谛观，并认取此点。此时你应当了知，你是安住在中阴境中，应当修观大手印三摩地等持。假如你不知道如何现观此定，那么就细心分别使你感到恐惧的东西的真实性。其实那并不能成为什么东西，那只是空性，而此空性就是法性自身。这空并非空无一物的空，而是真实体性的空。只要用自己的智光照了，即可以显现得更加澄明，而这便是报身的意境。当你处在这种境界之中，你将证得极其猛烈却不可分离的空性与明性。空以名为体性，而明亦以空为体性，明空两者无二无别，这是一种本然的智性，而这便是阿底本初之身。此身的力量可以毫无障碍地放射光明，这光明照射之处便成就化身。某某，你要注意谛听，你只要了知上面所说的个身，就可以从其中任何的一身得证圆满的解脱。诸佛与有情众生的差别就在此处，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关键。倘若你在此刻不幸岔开，将永无出期。这里有一偈颂可以说明其中的实相：缘起开法界，只在一念间，顿证大菩提，刹那自圆成。但若你稍不留神，这一念的时间就流过去了。所有这些中阴境界示现在你面前，你所以不能认取，就是因为你未专心细念。你之所以会饱受这些恐怖惊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你现在再不专心，大悲世尊的慈悲眼无即将中断，而你就行将堕落了，到那时将无法当下解脱苦境。纵使你直到现在尚未得证，
但你仍可在这时加以认取而得到解脱。如果亡者是目不识丁，不知如法修观的人，我们要告诉他：某某，假如你不知道怎样如法观想，那么你就一心意念大悲世尊、佛、法、僧三宝，并一心祈请，把所有的恐怖幻影全部想为你自己的本尊护主，或者想为大悲世尊。你应当忆起生前灌顶时所得到的法名，还有上师的尊号，并把这些名号告诉正直之王阎魔死神。如此一来，纵然你跌落悬崖之下，也不会受到伤害。你应该避免畏惧和恐慌。某某，你的实性此刻正处于不定的中阴境界，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可以供你依附，毫无重量，又不断的变动。因此，不论你起了任何虔诚或是不敬的意念，都会发生极大的力量。所以，你千万不要思维不成极无意义的事情，只管一心意念本尊、三宝、恒修的教法。如果你未能熟练这些修观法门，那么就用至诚和信心祈求大悲世尊和你的本尊护主，以无比的决心如是的祈愿：我尽力至有，独自飘西东，逢夜时所应，空性幻身显，愿诸尊慈力，恒助佑护我，免除中阴苦，恐惧不畏境。若因恶业引，遭逢悲惨境，唯愿护主尊，令逢凶化吉，逢时相阴生，犹如千雷震，唯愿化咒音，演出六字名。若因业力感，无护主随身，愿大悲世尊做我圣护尊，在此处遭逢夜袭诸烦恼，唯愿喜三昧，明空光明照。如此殷勤祈请，定然可以使你得到指引。这些祈愿极为重要，只要反复诵持，即可获得认取实相而达解脱。如果因亡者生前修行不力，所以功夫不够纯熟而不能了悟，则被妄习所致而流落胎门。这时关闭胎门的方法就变得十分紧要了，所以应呼唤死者的名字，而开始导引。某某，假如你仍未明白上述的导引开示，现在由于业力所感，你将感觉自己不是正在上升，就是正在下降，或沿水平方向行进。这时你应当观想大悲世尊，并一持不忘。随后将有一阵阵的暴风、寒风，一阵阵的冰雹、雨线，以及黑暗乃至受到多人追逐的境界现起。在逃避这些幻境时，为积善业功德的人会有逃入苦境的觉受，而曾积善业功德的人则感觉安邸乐境。这时某某，不论你将投生在哪一个地方，那个牲畜就会向你放光显示。某某，你要一心仔细谛听，此时将有几个重要的教法。纵然你未能明白上述的修观法门，到了此时，就算修行很不得力的人，也可以了悟这些真相，所以你要听明白了。接着向亡者指示避免入胎的法要。某某，谁是你的本尊护主，你就静静地观察，就像观照水中的月影一般，明明白白，却又如幻不实，犹如幻化所成一般。假如你没有特定的本尊可观想，那就观想大悲世尊、阿弥陀佛或上师，并如此受持心中，静观不舍。接着使这观想成就的本尊由外而内逐渐化空，接着关注那道空性的明光，不做任何的意识思维。这是非常微妙的法门，依法修习即可避免入胎。虽然如上观想，而你仍然感到难免入胎，当你感觉就要入胎时，就使用下面所述闭塞胎门的甚深教法，仔细谛听，投胎中阴如现前，一心不乱现观想，关闭胎门防愿底，善业宝炼如金刚，诚心慈敬舍嫉恨，为观上师父母身。你应当口诵心为，反复诵读，勿使词句清晰，意指分明，总持不忘，并加观想。切记现前修观至为要紧。又上面所说，投胎中阴如现前，是指你此刻已在投胎中阴境中，将流浪生死，但这亦是无别的真如实相。此时你可瞧向净水或镜中，不见自己的面目，而你的身体也没有任何影子现出，代表现今你已抛弃粗重的血肉之躯，这就是你在投生中阴境界中漂流生死的现象。这时你应当集中精神，一心细念。现在细心一念对你极为紧要，就如同御马要用缰绳一般。此时你心想什么，什么境界就会现前。所以你不应该再想到邪行，因为那会转变你的心识。
你应当意念头读诵中阴得度法要，或者意念曾经给你开示、灌顶，或让你读诵密续经典的任何一人，并坚持不懈，以善念相续，切勿散乱。解脱或轮回的界限就在此时此刻，你只要稍有一念犹豫，就会受苦无尽。这是紧要关头，赶快细心一处，不懈地接续善行之恋的饱满。现在是你关闭胎门的时候了。所谓诚心辞敬舍嫉恨，就是说关闭胎门的时候已至。这是关闭胎门的第一法。某某，现在你将见到男女交合的景象了。切记，假使你见到他们行事，应当努力自制，千万不要摄入其间，将其中的男女观想他们即是上师父母，并向他们礼拜，虔诚地安住于正信，一心顶礼，并决意祈请他们为你指示正途。你只要有这样的决心，胎门一定可以关闭。不过纵然有决心，却仍难以关闭，而你觉得就要进入胎中的话，那就观想上师父母，就如同观想任何本尊护主或大悲本尊父母一般，而且在观想时供养自心，至诚恳切地求取加持，那么胎门当可闭起。这是关闭胎门的第二法。关闭胎门的第三法，则是假使运用上法仍难关闭，而你又觉得即将落入胎中，这时有驱除爱憎的第三法，你应当谛听。投生方式有4种，就是所谓卵生、胎生、化生及湿生。在这4种转生的方式中，卵生与胎生性质相近。如前所述，当男女交合的景象即将出现，此时一个人如果因为爱憎的情绪而入胎的话，可能生而为马、鸡、狗，或者出生为人。如果将生为男身，那么身为男性的感觉会显示于能知的实性之中，而一种痛恨、嫉妒父亲和倾向母亲的情感也因此而产生。如将生为女身，那么身为女性的感觉即显示在能知的实性中，而憎恶母亲和喜爱父亲的情感也由此升起。由于这个原因，当能知的神识踏上空行之道，精子与卵子即将结合之时，就会感受到一种同时俱生的乐境，但神识也在体验这种乐境之中昏迷过去，陷入无意识状态。不久之后，这个神识便陷入了胎卵之中，入于触胎的状况。当他自星号出胎时，张开眼睛一看，或许会已经变成一只小狗了。以前曾经为人，如今若变成狗，那就要在狗窝里受罪了。或者也许变成一只猪，当他自转世出胎时，张开眼睛一看，或许会已经变成一只小狗了。以前曾经为人，如今若变成狗，那就要在狗窝里受罪了。或者也许变成一只猪，在猪圈里受苦，或者变成幼蚁，在蚁穴中受苦，或者变为昆虫，或者变为奇草，或者变为小牛犊、小山羊、小绵羊等等，盲聋喑哑，智障重重，饱受种种怨苦，而无法直接恢复为人身。同样的，食神也可能堕入地狱道，迷入恶鬼道，乃至一切轮回六道，受到难以想象的悲惨命运。有这些恶性倾向的人，或者根本不知道畏惧的人，是要可悲可悯；而未接受佛法、上师导引人，都将堕入轮回生死悬崖深谷中，遭遇难以忍受的痛苦，毫无出期。与其受到这样的命运，不如听从我的话，记取我的教示。某某，你当除去你爱憎之心，牢牢记住现在要向你开示的闭胎法门。所谓关闭胎门防怨敌，善业宝炼如金刚，正是此意。所谓诚心辞敬舍嫉恨，为观上师父母身，现在正是其时。如同以上所述，如果将生为男身，则爱母而憎父；假如将生而为女人，则爱父而憎母。这种嫉恨之心将会在你身上出现。这时有一种微妙的秘法可以使用。某某，当你升起爱憎之心时，应当如是的思维观察：哎呀，我真是一个恶业的众生，所以轮回生死至今无法解脱，都因为我有着爱憎的心。假如我再爱憎下去，将受无边无尽的轮回，在生死苦海中浮沉，何时才能出离？现在我决定不再依循爱憎而行。自今而后，我决定不再依循爱憎而行。如此思维之后，当下决定，决心遵守，永不改变。只要能够决心而行，胎门必定关紧。这是经序中所教授的，
绝对灵验。某某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你要一心一意依止这个决定。假如使用上法仍然难以关闭，而你又觉得即将落入胎中，那么只有使用关闭胎门第4法，运用如幻法门，即可闭住胎门。我们如是现观，那双身、父母、黑雨、暴风、碎裂之声、可怖的鬼怪，以及其他一切现象，完全都是虚妄，没有自性的。所以不论它们怎样显现，都完全无有自体。所有一切的形制都是虚伪不实，如泡如影，如梦如幻，一切千变无常，没有任何的定性。依恋它们到底有何利益呢？这些完全是自心情识所现而已，切莫是无为有。这种虚妄的心识本身自始就不曾存在，那么这些外境又如何存续？往昔我因为一向不能了悟此理，所以执无为有，任假作真而流浪生死轮回之境。到了现在，如果我仍然不能看破幻境，就要继续长劫轮回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梦如幻，如钱达婆城，如海市蜃楼，如镜中之影，如水中之月，如幻灯所映，没有一瞬间是真实不变。这些全都是虚妄不实的。你只要一心净念相续，那么认假为真的妄想就会消失。当这种真实的悟境印入内在的净念之流时，就能回光返照，立即确知。所以只要如实了悟妄想，胎门即可关闭。如果依此观察，但认假为真的执着仍未消除，以致胎门依旧未闭，而你又觉得即将堕入其中的话，这时你应当以关闭胎门的第5法观照明光来关闭。观照的方法如下：一切万物都是我自心所显，而此心本然空寂不生不灭。如此观想之后，就令自心止息于无声之中，如同水倾入水中一般。此心任运自然，处于法尔本然之中，自然澄澈明朗。只要令此心宽松自在，坦然而住，所有4生的胎门定然得以关闭。如些继续现观，直到胎门闭起为止。虽然经过如上警策开示，并指导一心做观之法，但如果亡者因为恶业障蔽，加上无始以来的业力习气邪行，以致仍不得现正解脱。如果这时胎门尚未关闭的话，则可只是亡者做选择胎门之道。现在应当祈请诸佛菩萨加持，在诵念请求加倍之偈颂，并再三呼唤死者的名字，引导如下：某某谛听。虽然经如上导引，一心观想，但你仍然未能领会。因此假如胎门尚未关闭的话，那么投生受身的时候就要来临了。此时最佳的妙法，莫如自在的善择胎门，得到良好的转生。请注意谛听，并谨记在心。某某投生之处的象征和特性即将现前，你应当擅自认取，并在观察生处的同时选择投生的处所。假如将生于东胜神州，则会见到雌雄的天鹅杂处于湖上，切勿往生彼处，并意念其可厌之处，并兼具往生。往生彼处虽然可以享安乐之福，但因为彼处佛法不兴，所以还是避免前往为妙。假如将生于南瞻部洲，则将见到大厦华屋罗列其间，若因业力所感，则不妨往生此处。假如将生于西牛贺州，则会见到雌雄牛马散处湖边吃草，此处也不可往生，应当赶紧回头。出生彼处虽然可以享受富饶之福，但因为彼此佛法不兴，所以还是避免前往为妙。假如将生于北俱泸州，则将见到雌雄牲口点缀在湖边林下，彼处寿命较长，福报也好，但因为佛法不兴，所以还是避免前往为妙。以上所述各州的牲畜景象，你应当谨记在心，善加抉择。如果投生天道而为天神，则会见到种种金宝所造成的快乐天宫罗列其间。如果能够出生于彼处，则不妨暂且往生。假如生于阿修罗道而成为阿修罗，那么会见到有美丽的林木或相背而悬的火圈，你应当忆起此道可厌之处，无论如何兼具往生其中。假如生于畜生道成为畜生，则会见到岩中洞穴和地中陷坑，并且有雾气弥漫其间，此道切切不可往生。如果将生于恶鬼道而成为恶鬼，将会见到不生草木的荒原和低凹之地，以及林中沼泽，应当记起其深可厌离之处，
无论如何不可以往生。假如生于地狱道中而为地狱犯囚，则将听闻到凄厉嚎叫的声音。如果因业力所感，那么必有难以抗拒的驱策力，胁迫往生其中。此处阴森可怖，有黑白房屋杂处其中，地上有黑洞，且有黑路穿插其间，让投生者恐惧站立于其上。假使投生其中，即将进入地狱，忍受酷寒酷热以及难以忍受的种种苦刑，且需恒久长劫才能得出。所以切勿往生此处，要尽全力来加以避免。某某，尽管你心不甘情不愿，但在业力的驱使之下，即情不自禁地被迫前进。这是行刑的鬼兵在后驱赶着，断命的刀斧手引导在前，更有黑暗、夜风、噪音、雨雪、可怖的冰雹以及刺骨的旋风出现，自然免不了产生逃避的心念。这时由于恐惧而欲求庇护，于是前述的大厦、岩穴、地洞、森林以及莲花等等景象随面现前，于是你就躲入其中一处逃避，心中并暗自思维，此时出去实在并非所宜，因而不敢复出，所以对庇护之所产生极大的恋着之情。而这庇护之所其实即是母胎。如果因为害怕遭遇中阴的恐怖险境而藏身其中，不敢复出，那么将承受极不善的身形而饱受种种痛苦。这是罗刹恶鬼与你作对的征候。此时有如下的妙法可以使用，你当注意谛听信奉受持。当恐怖的狱卒追赶于后，恐惧与部位的心念即将出现之时，你应立即观想无上黑鲁伽佛、马头明王、金刚手菩萨或任何本尊护主，他们的法相庄严，身形雄伟，愤怒威猛，能使凶恶的邪魔立即化为微尘。当你立即一持观想时，这种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可以使你刹那之间脱离恶鬼的拨弄，而能自在选择胎门。某某，这些禅定佛陀以及其他圣尊都是由三昧定力所出生，而这些恶鬼以及其他的罗刹恶鬼，则是身处中阴境界时，由于心识变化执着而受其唤醒，所以乐此不疲。这些亡灵安心于此，并具有变化身形的力量。其实一切横行虚空的恶鬼以及84000种做鬼神，都是在中阴一生身时心意虚妄所变。此时如果能够一持现观体空的大手印法门，自然是最好了。假使未曾受持此法，那就修习现观万法如幻；假如亦无能如此，那就安住如如不动，不被任何境界所牵引。如果能够观想本尊护主大悲世尊，则投生佛国垂手可证。某某，如果你因为业力牵引而不得不入胎的话，那么下面就是为你解释选择胎门的教法。请一心谛听，你千万不要一见到有胎可投，就贸然进入胎中而不加抉择。如果有行刑的恶鬼驱迫的话，那么就立即观想马头明王。你现在已经有了少分的预知能力，所以各种投生处所都逐一出现你的眼前，你不妨依法抉择。这种选择可以有两种，任择其一，一是转生清净的佛土，另一则是选择不净的生死胎门。先说往生清净乐土的法门，投生的法要思维并善发如下的誓愿：我自无始以来流浪生死苦海，至于今日历经不知多少长劫，实在苦恼。现在我因为一直未能了知诸法体性，以致未得解脱而证佛道，而我对轮回生死已经厌倦，不为决心脱离生死的束缚。我现在誓愿如法而行，求生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莲花化生。如此思维观想之后，随即将此誓愿回向极乐净土，或者回向所愿往生的任意佛土，如上圣妙喜佛土、众宝庄严佛土、金刚手菩萨的国土、我莲华生的莲花光宫净土，或者至诚一心的回向可愿往生的其他佛土。你只要能够如此发愿回向，即可随念往生。或者你也可发愿往生兜率净土，亲近慈氏弥勒菩萨。这时你同样要一心回向，并如是思维：我现在要往生兜率净土，亲近弥勒慈尊，因为我现在身处中阴境中，这正是往生之时。如此一念思维之后，即能在弥勒世尊之前莲花化生。假使无法化生，而你又欢喜入胎或不得不入，
则可选择不净的轮回胎门。请仔细谛听，如上所述，你可先以预知的神通力观察各州的情形，然后选择佛法兴盛的地方投生。假如来生将得之于一撮不净的精卵，则会有一阵香味将你引向那撮不净之物，而你的来生就由此决定。不论那些胎中的景象如何，你都以本来如是的态度对待，不起任何心厌之情。如此一来，一个良好的胎门就可选成。此时发愿是一件至为紧要的事情，因此你应当如是的发愿：我应当转生为人间之王，或者转生为婆罗门，像梭罗树一般被因众生，或者生为有悉地成就的大德之子，或者出生于世系清白的家门，或者出生于深信圣教的族姓，而且如此转生之后得到大福报，以便利乐一切有情众生。如此思维之后，就发愿投生胎中，同时法尔本是善愿恩波光明会加持其胎，并观想使其化为净土或天宫，并且深信十方法王佛陀及其菩萨法王子以及诸尊护主，特别是大悲世尊，都以慈力加持其上。现在你应心祈请加倍，然后入胎。如此选择胎门，还是可能发生一种谬误。由于业力牵引的关系，善胎可能显示出不善的样子，而不善者却显示出善胎的样子，这些都是可能的事情。此时下述教士当一心谛听，见到其胎显示出善相，心中不生起欣喜之心；而见到其胎显示出不善之相，也不生起憎厌之心。心厌不直，安住于无偏无倚的等持境界，这是无上的妙法。除了少数已有修持的行者之外，要想迅速消除恶业于习，实在是难事。因此善根微小而恶业深重之人，假如此时不能去除心厌之心，那么还是有堕入畜生道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呼唤死者的名字，并如是的导引：某某，假如你自己不能去除爱憎之心，不知选择胎门的方法，那么就在见到前述任何境界时，就呼唤三宝，请求加倍，祈请大悲世尊，并挺胸抬头往前行去，了知自己处身在中阴境界。抛开你对身后子女或任何亲属的恋着，因为他们对你已无注意，昂然进入天道的白色光境，或人道的黄色光境，或进入金宝所成的大厦，或进入优美的花园之中，对死者如是的复诵七遍，然后提示请诸佛菩萨加倍记，守护免除中阴恐怖善愿记等各种中阴救度偈颂。以上教法如果能够读诵适当，可使修持得力的人往临终之时利用千时之法，不经中阴顿悟实相。修行功力稍次的人，也可于死亡之时，在实相中阴境界认证明空无明，直取无上菩提。纵然比以上二者稍差的人，也可在其后的实相中阴中认取某位奋进圣尊，依其官力大小与因缘而得解脱。在这中间有几层关卡，在某个关卡得正时，即在其处的度。但善缘微弱而恶业障重的人，则每况愈下，一再彷徨自悟，甚至堕落至投胎中阴的阶段。不过引导的方法有多种，也如同梯子一般，可有多级。在某个阶段得正，即在其处得度。但对善缘最薄，由于不能得正而落入恐怖之中的人，也有各种层次不等的避胎和择胎法门导引。如果能了解观想的方法及内在法义，并运用其无量功德的妙力，也可提升自身的转生境界。纵使是近乎愚痴畜生的下之人，也可依止三宝加倍之力，而得避免落入恶趣，乃至来世获得圆满自在的人身。得遇善知识，善有上师，听闻正法，圆满的度之愿。纵使恶业深重的人，只要能够听闻本法并加认取，也不至不能得度。因为当所有奋进圣尊现前接引时，所有魔类及其他扰害者亦同时幻现前来勾引。但当亡者一闻此法，心念随即改变，所以得度。又因此时亡者只有一生身，没有血肉之躯，所以易受感应。人在中阴境界飘荡之时，不论距离多远，一听呼唤，则能立刻前来领教。因为人在此时会有少分神通与预知能力，所以这教法一经于耳，便能当下心开一解，易受感通。故而此教法有广大利益，如同弹弓使弩一般，
自然有强力的机势，也如同一栋巨大的梁木，百人搬移不动，但使之浮于水上，则要拽向何方，刹那即至。更如同烈马，不听指挥，但若以龙头驾驭，则可随意操控。因此，人死后立即持受此法到他的遗体之前，面对亡者反复读诵，务使字句清晰自在，印入死者神识之内，直到死者鼻孔渗出血液和黄色分泌物。此时不可触及尸体。若要行之有效，更必须：第一，不可为死者杀生；第二，亲友不可在遗体附近饮泣或哀嚎；第三，家人应尽量多行善行，累积阴德。除此之外，除了此部中阴救度大法之外，其他任何佛教经序亦能对死者或临终之人加以解说。从其他方面说来，此法应当尽可能多加诵习，以使人人都能对字句与义理一持不忘。而当死亡已无可避免，而死亡征象已经显露时，应当由病人自身亲自读诵并思维其意。如果力不从心，则可由一位友人为他一心读诵，使教法深植内心。这部甚深大法，只要闻见，不假修习禅定或作秘密仪轨，即得解脱。就是恶业深重之人，也可依此秘密之道而得嫉妒。行者应当铭记其中义理与文句，纵然有7种恶犬追逐，也不可忘失。行者临终时，可依此上乘教法得证佛果。这一部教法名为中阴教说，甚深心髓，是可使同体众生获得圆满解脱的中阴得度妙法。你们应当信受奉持，即可获得广大的利益。